你经历过最尴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还记得那是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和小伙伴们玩得正起劲时，突然一股拥抱大自然的冲动涌上心头。但是看着小伙伴们玩得这么开心，我就不好意思提前离开，而且又为了逞强跳得贼高，结果没憋住，一股脑全到了裤裆里。幸好当时是大冬天，我穿着厚厚的棉裤，不仅把农家肥包裹得好好的，就连气味都完美的包掩了，所以小伙伴们一直没有察觉到异样。等我回到家之后，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我正打算和爸妈说的时候，家里突然就来了客人，没办法，要面子的我只好先坐在热炕上写作业，打算等客人走了之后再说。你还别说，炕上热热的，不到一会儿，屁股那潮湿而又绵密的感觉就没了。但随着暖气越来越足，屋里开始弥漫着一股不祥的味道。终于不知道是谁来了一句：“怎么屋里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？”那不废话吗？农家肥都烤熟了，能不奇怪吗？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是说出来了，我估计能被打死。接着所有人都闻到了，老妈甚至跑去翻鞋底，怀疑是不是有人踩了狗屎。老爸则让我赶紧打开窗户通通风。随着我的移动，那股味道更加上头了。这时候老爸来了一句：“这个味道不简单啊，感觉不单单是踩到了，而是烤熟的感觉。”不愧是爸爸呢，已经要接近真相了吗？老妈听到后赶紧跑到厨房去排查，随着不断的排除，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我的身上。毕竟谁叫我是小孩呢？终究还是瞒不住了吗？当时我站在灯下，黄黄的灯光照在我的脸上，显得格外的安详。最后在他们的注视下，我缓缓脱下了棉裤，上面印着一张烤糊的金黄的大饼。你见过最不要脸的学习方法是什么？二哥英语4级考了5次都没有通过。有一次考试，他趁着上厕所，假装监考人员进入考场偷看答案。虽然二哥的地中海让一切看起来毫无破绽，然而他自己作死去训斥考生，被校长当场抓住，二哥一战成名。机智的二哥最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靠玩游戏来学习。他下载了一个边玩游戏边学习英韩日法39门外语的 APP 多邻国。这个软件不仅有道具，还有经验值。痴迷游戏的二哥天天在厕所里闯关，答对题目时就像个妙蛙种子一样妙个不停。就这样，二哥长期罢坑，导致坑位不够，隔壁宿舍差点憋出了身体问题，就向校长举报，学校从此规定不能在厕所学习英语。二哥只好转入地下。为了掩盖自己在马桶上边拉屎边学习英语的事实，他竟然又用多邻国学习了日语和法语作为暗号。快被发现时，就用亚麻爹和本菊来暗度陈仓。在厕所经常发出这种声音也不太合适，学校干脆规定上厕所时不能发出声音。作为校长的好儿子，全校同学的好爸爸，我劝二哥把 APP 推荐给校长，万万没想到校长竟然上瘾了，和二哥在软件里互加好友，每天比排名。有一天，二哥在厕所听见了久违的学习声，于是带10几个兄弟破门而入。二哥直接把门拉开，连带着没有穿裤子的校长一起滑出来，跪在了二哥面前。自此之后，学校流传了一个传说，校长在卫生间当众跪倒在某同学面前，就是为了用多邻国学好英语。这是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瞬间。那天二哥大清早起床，就拌着大蒜吃了一份韭菜盒子，然后上课的时候跟妹子说话，为了不打扰别人，二哥凑近妹子，捂着嘴偷偷跟妹子说话，那个味道可想而知。妹子当场就昏了过去。教室里昏倒在学校里面可是个大事故啊！当天校园里面就传了起来，有一个妹子和男生上课偷偷说话晕倒了，传着传着就传成了二哥魅力太大，把女生给迷晕了。哪个讲的这么不要脸啊？现在就连隔壁班的女孩子都慕名而来，想一睹二哥的芳容。二哥也很无奈，就找来了我。我问他为什么吃了东西不刷牙，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他刷了。但是当我看到他那个梳了中分头的牙刷后，我都有点怀疑韭菜盒子其实是无辜的。没办法，我就给他买了这款欧乐 BP 4000电动牙刷。因为他平时用的那种分叉的牙刷不能清洁自己的牙龈线，牙根也很容易发黄。而这款电动牙刷呢，使用的是小圆头，可以轻易的刷到牙龈线，大幅度减少牙龈出血，而且刷牙过程中还可以检测刷牙的压力，进行实时调整。4种模式满足各种需求。连带这瓶漱口水一起给到了他。过了几天之后，那个被他迷晕昏倒的妹子出院了。二哥兴高采烈的想去给妹子解释一下自己没有口臭，但当他走近妹子后，妹子露出了满脸的恐慌，转身就跑。自此校园里有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，二哥迷倒妹子，妹子苏醒后还不敢直视二哥的魅力，现在连隔壁学校的男生都来看二哥了。我发现男生总是很爱为一些无聊的事情争来争去的，比如我二哥经常因为谁的脚更臭啊，班里哪个女生更漂亮，校花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吵起来。虽然二哥以这周校花对他笑了2次据理力争，但是校花明明要我给他倒垃圾了，这不是男女朋友之间才会干的事情吗？然后那天晚上我和二哥又因为三国里谁更厉害吵了起来，二哥说是关羽，我说是马超，二哥说关羽，我说马超，二哥说关羽，我说马超，二哥关羽，我马超，二哥说那我是关羽，你是马超，那打一下不就知道关羽厉害马超厉害了吗？我当时气在头上大意了，直接就跟
跟他扭打在了一块，但是他是一个200多斤的大理石，我一个90多斤的搬不动他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我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我就挑衅说，正经的将领谁会单挑啊？人家比的都是排兵布阵、领军打仗的能力。没想到二哥听了之后嘴角上扬，他说那也行，我们寝室总共8个人，我们一人带上3个来群殴，看看谁能打赢。好在这时候躺在床上的社长翻了个白眼，说了句你俩是不是有毛病啊？真想分个胜负的话，不如去黄磊代言的《三国志0》，里面的文臣武将不分国籍，自由搭配，难道不比你们打架简单吗？你丫的不早说！游戏里面就是我的主场了，智商直接碾压了二哥。那天二哥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给我洗了3个月的袜。初一的时候，校长是我大舅，那时候流行拉帮结派，我大舅在家指着我的脑袋说，要是我敢和同学拉山头，就打断我的狗腿。我看了看家里的狗，露出了怜悯的神色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为了你的狗腿，我绝对不拉山头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我不惹事并不代表没人来惹我。我刚进学校就有人找我收保护费，但是我身为王的男人能让别人给欺负了？于是我就和他们打了起来，结果动静闹得太大，有人告老师，连校长都来了。大舅把我提到办公室，一边走一边踢，我委屈巴巴的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可能意识到冤枉我了，他的脸色也缓和了很多，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节甘蔗，问我吃不吃。我吞了吞口水，硬气的说不吃。大舅看穿了我的心理，便拿出砍甘蔗的刀，让我拿着甘蔗的一头，他拿着另一头准备把甘蔗砍成2节。我突然想到了刚才的委屈，觉得自己应该多吃一点，于是在刀落下来那一刻，我把甘蔗猛地往自己这边一拉，刀无情的砍在了大舅的手上，那血流的把我都吓懵了。大舅扔了刀，捂住伤口就赶紧向医院跑去，我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后来全校都在传我把校长手砍了，还屁事没有。结果全校的二流子都轮流向我致敬，还要认我做大哥。因为担心大舅会把我家的狗腿打断，于是我就跟他们说，想要认我做大哥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考进年级前100就可以当我的小弟。本以为他们会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为了当我的小弟，期末考试的时候年级前是有3个是以前的二流子。我成功拉高了我们全校10个点的平均成绩，而我因为竞争太激烈，期末的时候掉了100多名。我回到家不用我大舅动手，我爸差点要打断了我的狗腿。你们见过最高科技的手机是什么样的？鄙人有幸做出来过。那时候高中不允许带手机，但不怕死的二哥却新买了一台手机，于是就成为了我们经常借手机的对象。记得有一次午休的时候，我想上厕所，但是怕太无聊了，就找二哥借他的手机，打算边拉边玩。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在看美食视频，看到臭豆腐的时候，因为腿蹲麻了，我赶紧按了暂停，想要结束战斗。结果手去伸手拿纸的时候，没拿稳手机，直接掉在了墙上。好家伙，我忍着恶臭把它捡了起来，反复擦拭之后，确保屏幕上没有一点痕迹，就还给了二哥。可能是因为在厕所待久了的原因，我并没有觉得手机有什么异味。但是当二哥打开手机看到臭豆腐的时候，当他把脑袋凑近屏幕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他仔细嗅了嗅之后，用他聪明的脑瓜思考了一会儿，接着高兴的大叫了起来：好家伙，我这个手机这么智能啊，看视频还能模拟出味道出来！这一嗓子直接引起了周围小伙伴们的注意，他们纷纷跑过来使劲闻，就连隔壁班的人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。本来想解释的我，看着他们贪婪的呼吸着，脸上流露出对高科技的肯定，我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